观影天大事，议论财分生。大家好，我是百年。俄罗斯好像是越打越富了。在统计数字增长的背后俄罗斯实际上正面临着两大危机。为了解决这两大危机俄罗斯需要向中国让出核心利益，换取我们的帮助。2024年刚开年普京赶忙向公众报喜，说过去一年俄罗斯 GDP 增长 3.5%， 冠绝欧洲。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俄罗斯 GDP 总量反超德国，上升至全球第5。看到这个结果很多人就会纳闷，战争当中的俄罗斯怎么会越打越富呢？于是很多自媒体就跑出来解释说那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好，中俄贸易帮助俄罗斯绕开了西方制裁，傍上中国大腿，俄罗斯当然就变富了。百年能够理解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的自豪感，我们强大了就有能力带着朋友一起致富。不过具体到俄罗斯说它越打越富，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经济过于乐观了。真实情况俄罗斯内部正在面临着两场重大危机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 GDP 为什么能够超预期增长。很简单，因为战争开支过度膨胀，这是赤字经济所带来的结果。2023年初的时候世界银行预计23年俄罗斯 GDP 萎缩 0.2%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俄罗斯 GDP 增长 0.3%， 甚至连俄罗斯自己的官方机构都不乐观。俄罗斯央行当时预计23年俄罗斯 GDP 增速为负的 1% 到正的 1% 之间。但是此后俄罗斯 GDP 连续报喜，2季度增长 4.9%， 3季度增长 5.5%， 全年增长 3.5%， 大幅好于预期。那为什么俄罗斯 GDP 能够超预期呢？因为根据俄财政部的统计2023年俄罗斯联邦支出达到了 32.2 万卢布，相较于预算计划超支了 3.1 万亿卢布。请记住3.1万亿这个数字，它占到了俄罗斯 GDP 的 2%， 占到了202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60%。进一步我们从细项数据上来看，2023年俄罗斯国防和国家安全和执法支出比原计划增加了 40% 和 52%， 从 6.4 万亿卢布攀升到了 9.4 万亿卢布，超支了近3万亿卢布。这不就和前面的 3.1 万亿对上了吗？这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财政超支基本上是由军费超支带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妥妥的赤字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4万亿计划，疫情之后的美国直升机式的撒钱，都属于赤字经济。当时来看他们都会推动经济增长，可是事后来看后患无穷。并且俄罗斯的赤字经济是最糟糕的赤字经济，因为无论是中国把赤字变成基建，还是美国用赤字给老百姓发钱，都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。反观俄罗斯把赤字变成炮弹扔到战场上，不会产生一点经济效益，那都是宝贵的财政资金，是白花花的银子，这么浪费多可惜。而且这还没完，2023年普京还签署了2024年的新一期国家预算，预算显示今年俄罗斯国防开支还将再次上涨 15%， 达到 10.8 万亿卢布。俄罗斯仍将在战争与赤字的道路上一路狂奔。那么屏幕前的你可能就会好奇了，为什么俄罗斯控制不住战争开支呢？百年之前讲瓦格纳叛变的时候其实讲过，感兴趣的可以翻一下我往期的视频。2023年初俄罗斯政府本想控制军费来着，计划给高薪的瓦格纳搞一个待遇参公，结果直接闹出了叛变风波。到最后普京不得不宣布军队全员涨薪 10.5%， 这不就预算超支了吗？其实对于大多数处于交战国而言，一边打着仗，军事利益集团一边顺势做大，是很难削减军费的。瓦格纳叛变是同理，往前倒400年，大明朝廷克扣军饷，直接导致边军倒戈，满洲入关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真正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样，一边打着对越自卫反击战，一边还能大裁军的，才是少数中的少数。这要求政府对军队有绝对的控制力，现在的俄罗斯显然做不到。咱们扯远了我们再说回俄罗斯的经济，赤字大扩张直接给俄罗斯带来了2个危机。对于政府而言他们面对的是财政危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俄罗斯的财政数字是很具有迷惑性的。如果你只看俄罗斯政府的预算报告，就会发现俄罗斯预算赤字很低。2023年俄罗斯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只有 1.5%， 远低于中国的 3.8%。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又在下降。2023年上半年俄罗斯政府预算收入比2022年同期下降了 12%，
其中呢，由于西方过渡期结束，停止进口，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下降了 47%。一边是支出膨胀，一边是收入下降，那俄罗斯政府是怎么保持这么低的财政赤字的呢？答案就是俄罗斯政府是通过掏空小金库的形式。什么是小金库？2008年，俄罗斯官方曾参考中东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，设立了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。每年的俄罗斯石油收入的一部分都会汇入国家福利基金，用于补贴养老金的缺口。2022年底的时候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还有 13.5 万亿卢布，结果1年之后呢，这个数字就掉到了9万亿卢布，1年之内少了 4.5 万亿卢布。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了2025年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就会被清空。要记住，这都是俄罗斯老百姓的养老钱。除此之外财政压力还在俄罗斯地方政府身上显现。比如说这个冬天，俄罗斯全国范围之内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供暖危机。1月9号滨海边疆区第3大城市纳霍德卡6000多名居民供热中断。同一天呢，滨海边疆首府海参崴3000多名居民供暖中断。供暖问题还蔓延到了莫斯科州。1月4号呢，莫斯科附近的克利莫夫斯科市25000名居民被停止供暖。而供暖中断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锅炉故障、管网老化。说白了，就是地方政府没钱做设备和管网的维护，等到寒潮一来就是各种事故。对政府而言呢，战争带来的是财政危机，而对民众而言战争带来的则是通胀危机。需要注意的是呢，截止到2023年末，俄罗斯官方给出的年 CPI 增速只有 7.4%， 百年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被严重低估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从真实体感上来说现在俄罗斯各种商品价格都在猛涨。比如说鸡蛋，半年前呢，俄罗斯10个鸡蛋卖70卢布，现在涨价到了200卢布，约合人民币16块钱。俄罗斯的猪里脊1公斤价格约合人民币52块7毛钱，西红柿每公斤约合人民币17块8，红薯每公斤约合人民币21块钱，甚至连白菜也要174卢布每公斤，约合人民币13块4毛钱。要知道呢，俄罗斯的人均 GDP 和中国是差不多的，现在农产品涨价成这样，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可想而知。而从宏观上来看呢，很多证据能够证明俄罗斯真实的物价上涨要远远超过官方的数字。比如说我们看汇率，2023年由于海外油气收入下降，俄罗斯卢布汇率最高贬值将近 30%， 卢布贬值就会带来进口商品价格的普涨。俄罗斯又是一个工业品主要靠进口的国家，上一轮卢布如此贬值的时候参考2014-15年以及2020年，俄罗斯 CPI 增速都在 10% 以上。再比如我们看俄罗斯央行的政策利率，目前呢，俄罗斯央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支持汇率，把政策利率抬高到了 16%。在过去10年时间里俄罗斯政策利率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只有2次，一次是2014年底，当时呢，俄罗斯 CPI 增速高达 16%，一次是2022年2月，当时俄罗斯 CPI 增速将近 18%。横向对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，当一个国家 CPI 在 7% 左右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国家会把政策利率调得那么高。比如说美国，2022年美国 CPI 也曾经达到过 7% 左右，美联储的利率最终稳定在了 5%。印度2023年通胀最高达到了 7.4%， 而印度央行政策利率呢则为 6.5%。第三个证据就是俄罗斯的工资涨幅。俄罗斯政府宣布呢，2024年俄罗斯最低工资标准大幅上涨 18.5%， 远高于纸面通胀。正所谓战报会骗人，但战线则不会。以上数据都证实，目前俄罗斯的真实通货膨胀远高于官方数字。百年预计真实的俄罗斯的 CPI 增速应该在 15% 到 20% 之间。而过低估计了通货膨胀，又会带来一个新的结果，那就是过高的 GDP 的增长。因为各国在统计 GDP 的时候呢，都是通过名义 GDP 除以物价平减指数的形式反推真实的 GDP。而今天俄罗斯通胀的纸面数据偏低，就会导致实际 GDP 的纸面数据偏高，最终让大家得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看起来不错的结果。最后让我们把视角放回到俄罗斯政府身上。不管 GDP 是好是坏，俄罗斯政府面临的缺钱问题，以及俄罗斯民众面临的物价上涨的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它们正在影响俄罗斯社会的稳定运行，必须尽快解决。那么俄罗斯的出路在哪里呢？参考二战结束之后各国的危机解决方案，俄罗斯政府实际有2条路可以走。一条呢是美国方案，
二战期间呢，美国自身也积累了庞大的战争债务。1947年，美国政府杠杆率高达110%，通胀率飙升到了14.4%。但是呢，因为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，战后呢，美国携战胜之威主导了西方世界，特别是拆解了英法殖民体系。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，美国将英法曾经的殖民地纳入到了自己的经济领地，从而实现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割。二战后20年，美国经济繁荣，美元币值坚挺，政府不断偿还债务，最终实现了低通胀、低赤字、高增长的经济繁荣。所以啊，如果俄罗斯想走美国方案，必须在乌克兰战场取得重大胜利，并在战后和谈当中占据优势地位。此后呢，俄罗斯可以收割乌克兰工业，并且呢，将乌克兰变成自己的经济领地，为国内经济补血。不过，从现在俄乌战场的态势来看啊，让俄罗斯走美国方案比较难。那么，俄罗斯还有第二条路，那就是英国方案。二战之后呢，英国和美国一样，积累起了庞大的战争债务，通胀也是极其严重。只不过呢，在二战后安排世界的谈判桌上啊，核心玩家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，没有英国的份儿。在这样的背景下呢，英国只能出卖核心利益，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。二战期间，英国向美国出售海外岛屿和军事基地。二战结束之后，英国又不得不听从美国安排，允许帝国下辖的殖民地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独立。没过2年，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珠印度就被独立了出去。没了殖民地的英国啊，是元气大伤。1949年、1967年，英国2次频繁爆发英镑危机，英镑汇率共贬值40%。在这个背后啊，是所有英国公民的财富缩水，为战争中的英国还债。并且呢，尽管殖民地被美国拆解，英国还必须抱紧美国的大腿，因为英国还在面临着苏联这个更具威胁的敌人。看着今天的俄罗斯和中国啊，是不是和曾经的英美关系有点像呢？面对美国人这个最大的敌人，如果俄罗斯打不赢，最后只能通过不断出让核心利益的方式，换取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帮扶。在过去的2年里啊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俄罗斯向中国出让了远东和中亚的关键权益。随着战争持续下去啊，俄罗斯还必须出让更多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抓住了这一次主导亚欧大陆的历史性机遇。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时代已经悄然到来。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，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。我是百年，我们下期见。